我的公公布莱恩来到中国10天有余，昨晚差点进医院。咋回事呢？每次俺家这些外国亲戚来，都得我带着他们到处玩。这次我有点带不动了。大胖姐说：“没事，我来。我现在人民大学人民教师，我已经不是那个啥也不懂的傻老外了。”跟他爸说：“我给你当地导。”哎呀妈呀！我才发现最能坑外国人的还得是外国人自己。我们去什刹海逛老北京，有那种人力车夫当导游解说。大胖媳妇跟他爸一个车，布莱恩就说：“你跟我一个车，人家车夫解说了，谁给我翻译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呀。”车夫就启程了，开始沿途解说。路过一片楼，车夫师傅说：“这个呀是溥仪以前的马房，当时这里呀全是他养的清一色的汗血宝马，养了这么10天的马，汗血宝马呀。”大胖媳妇听汉语跟扎铁听英语是一样的，你说一长串东西，他就卡在他能听懂的那一个词儿上，剩下全靠猜。布莱恩说：“所以这个房子是谁的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宝马的。” This is owned by BMW. 布莱恩说：“4S 店呢？4S 店呢？”闹剧又被我们家带回了铁岭。我的公公婆婆大年30来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家，我爷爷奶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。大胖媳妇问我：“我爸我妈如果想跟爷爷奶奶说感谢，怎么说好？”我说：“就说谢谢你的款待。”大胖媳妇就培训他爸去了。饭吃差不多了，布莱恩和温蒂突然要提酒，我爷爷奶慈祥的拿起酒杯，布莱恩和温蒂齐声对我爷爷奶说：“谢谢你的贷款，谢谢你的贷款。”他说你真开心了。我爷当时就懵了。我存折不都锁上了吗？我爷心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境外诈骗。这素材扑面而来。我过年白天串门，晚上我都得熬夜记，脸都蜡黄了。幸亏我一直带着迷菇哈拉湿敷水，它对付我这种常年熬夜而发黄的皮肤问题最专业了。长期用还美白，温和不刺激，无论北京还是东北，皮肤都水灵灵的。布莱恩诈骗完我爷，又说想尝试一下中医按摩。大胖媳妇警告他爸，中医按摩可是真摁，那可挺疼。我公公就问，如果按摩师傅摁太疼了，我想跟他说我不要疼的，我用中文怎么说呀？大胖媳妇说，我告诉你 ，no 中文就是不 ，pain 中文就是疼。你如果觉得吃的太辣，你就要告诉他不辣；你如果觉得摁的太疼，你就要告诉他不疼。说菜不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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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胖媳妇领他爸去了。我觉得布莱恩他也是该，我一个中国人在旁边呢，他不问我，他问老外，我当时就知道过年的节目来了。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，不疼。师傅也是个要强人，这老外挑战我，嘴挺硬啊。大过年的，我不信我摁不死你。不疼。你们的力度不足，我不停的在加。不疼。大胖媳妇吧，倒是真没有故意坑他爸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布莱恩疼哭了。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：“咋回事呢？这师傅，你越跟他说不疼，他咋越使劲呢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谁到了？这师傅咋听明白中国话似的呢？”不疼。哎，你知道西方人都觉得咱东方人看起来更年轻这个事儿不？在国外，他们经常说这句话，就是 Asians don't age， 就亚洲人不衰老。在他们心中，亚洲女人不好惹，买包不稀拎，口红挑着抹，嘎叽窝没有味儿，脑门上不长褶。天哪，就是神话。虽然咱也不知道为啥哈，就在你们心中我长得就比较风尘，老有人以为我47，但其实在他心中我也是神秘的东方女子，就看不出年龄。曾几何时哈，我大胖媳妇领着我去过一次就温哥华附近什么海滩去游泳去。但说这个比基尼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裁缝下料太节省，寂寞沙洲冷，太冻得整。完后来想咋办呢？给我买套潜水服吧。但是他为了图便宜嘛，就给我买的是2手的，还是个9到12岁男童款。结果我穿上以后，我坐在腿上，在美丽的海景中走出了一个严肃的海警，要现场给他拘捕。这个海警呢，以为我是个小男孩，以为他是个恋童癖，就差点就给抓进去了。这事儿以后有空再跟你唠。那你说为啥咱看着比他显年轻呢？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他们特别爱野生美黑，完自己吧还贼拉不禁晒。我这大胖媳妇哈，有一次和一群他的这些外国友人朋友在厦门租个渔船出海游玩，结果在船上就突然间就非要调皮，跟人家这个大福建这1.59米的小渔夫斗酒，人家喝白的，他们喝啤的，结果完败。人家大福建代表队，人家这老头喝完咋地没咋地，人家练双杠去了，咔咔给双杠撸的直冒火星子。这几个外国人，我的妈，在船头上倒一片，漂白一片的，直晃眼睛。刚开始吧没啥事儿，这个船的这个棚有阴凉，但是后来太阳公公他慢慢的移步了，一步一脚印儿，一步一个浪，烈日带着小灼心踩在滩身上。这3个健硕的肢端肥大症吧，咱说就是全晒伤了，而且我都从来没见过人类能被晒成那样。关键吧，他是按照大小个来的，幸亏我老公是最矮的，就晒出个蹄儿。最高那个他支出来的部分就越长嘛。哎呦我的妈，那咋说呢？前朝后丘加腰盘都晒熟了，感觉当时要是再来点蒜酱哈，就直接能下酒。还是道名菜，不知道你吃过没？叫悄悄话。
哎呀，敢问青春谁无悔？一群猪羔过热水，矮个只烫脚心毛，高个殃及小花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吓唬你，现在他的脚就比他这个人老。要再总结别的原因呢，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，就我对我大胖媳妇他们家这个观察，我觉得还有个原因就太能吃糖。就他们饭后上的这个甜点，这个甜度怎么形容呢？前调是英雄虎胆，后调是红颜薄命。要问味道真如何，一口一个糖尿病。不过我倒是挺怀念，就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哈，就不用太保养，不用太注意，不用太考虑自己是不是显胖，自己是不是显老。这回来，哎妈呀，外貌焦虑，真的，我说实话，就感觉身边的中国女性真都太年轻，太好看。等我生完孩子，我也去做个热玛吉啥的。因为我现在也有压力了，需要护肤，需要美丽，所以今天我推荐一款羽西2021年新年艺术家限量版鎏金瓶。妈，你们不懂，我一直老期待就做这个首饰的这一刻了，感觉自己就进入了时尚圈的感觉。羽西这款鎏金瓶有高达9%的高浓度玻色因，还有稀缺虫草精华，能让胶原蛋白流失的没那么快。哎妈，多亮！说实话呢，就肯定有比这个玻色因浓度更高的抗老产品，但是有比如黑绷带、修丽可紫米精华，但是价格呢，就他们肯定就是更酷炫了。我现在呢，虽然比以前有钱了，但是买东西我还是得买性价比更高点的，就比如这个400多块钱的鎏金瓶，长期使用能淡化法令纹、抬头纹，紧致下颌线，充盈苹果肌，千元级贵妇精华肤感，滋润好吸收，不厚重不黏腻。趁这几天买，还有买1送1的优惠，值得入手。外国老人到底咋养老呢？跟你们举个我家的例子吧。我的公公婆婆要卖房子了，买主是我的2个小姑子，我 HR 这个房子本来的法定继承人，所以我就有个疑问，我俩小姑子为啥要买呢？那将来正常不也得给你们吗？但其实不然，有很多外国老人是不留房产给儿女，情感上我儿女我心疼，遗产上非必要不继承。比如说老两口这套房子值200万，现在老头老太太退休了，想疯狂享受生活，但是往往情况是心是准备造反的钱忘攒了，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房子提前卖。比如说这房子不估价200万吗？我卖给中介150，我先花着，等我走那天你们再来收房子，然后这中间这50万的差价呢，就暂且按照我还能活10年来估算，没活够呢你退，活多了呢我补。阳寿和预寿此消彼长。我有时候就想哈，难怪我公公婆婆不养生。你说你如果按照能活到80折算的价都花了，万一天天泡脚，一出溜长寿了还得补钱，那真叫一个活不起呀。我奶奶说，你看你婆婆大冬天的穿个凉拖喝冰水，那到老了那都是作死。我说人家是在理财，在理财。当然了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人家国外很多中产也会给孩子留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你说就是你对。我公公婆婆不是中产，反正据我的了解，他们这个阶层会以各种成熟稳妥的方式，坚决的保证了自己走的是片甲不留，人亡之前先家破，人去之后必镂空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。我大胖媳妇也是受这个观点影响很深远，所以她就不会说想培养孩子咋地，然后牺牲自己太多，给孩子上兴趣班尽可便宜的报，比如蹦蹦床。孩子喜欢滑冰，他说滑冰还得买刀，孩子想学骑马，他说骑马还得租马。我说俗话说得好，招兵买马，招兵买马才能培养出将军，你这兵马都不要啊。他说有兵马的不是勇吗？那最终也一样是被埋没，也不一定是将军。咋说呢，这玩意儿各有优缺点吧。像我婆婆我老公这种就可能太在乎自己开不开心，也有优点，就是孩子永远有个非常开心的爹，然后父母和孩子从小就不互相绑架，活得都很轻松。我呢不可能完全同意他爸妈的做法，但是我也不想像我爸妈这样这么累。反正我感觉就对孩子这玩意儿就尽量吧，你租马租不起可以租个驴，骑驴找马呗，人不都那么过吗？也不用因为要给孩子多少太为难自己。比如我每2周必须出去一次，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，买贵的，但是给孩子买衣服我净买便宜的，谁让他比我好看，谁让他比我好看了。然后呢，每周必须出去喝顿酒，回家就逼加拿大技师给我做 SPA， 用这个法国让提斯面膜，让他救救我的熬夜暗黄脸。这芋泥质地特别舒服，享受一下。但是啊，有个事儿，你看是不是我多心了？他总说他自己是不可能出去做 SPA 的，但是这个拿锣在耳边敲这个事儿是从哪学的呢？妈，我爸。哎呦我的妈！妈被封口了，你等我15分钟之后揭下我伪善的芋泥面孔啊！妈脸咋样？哎呀妈呀，真亮啊！